妾先退下了。够了，你还好意思称自己是侧妃？你真以为我对你的底细一无所知吗？你就是我当日寿宴上的刺客。那次你们刺杀彭城王失败，只有你侥幸逃脱。于是你借赐婚入府，在大婚之夜再行刺杀，彭城王也因此受了重伤，是不是？妾惶恐，太妃寿宴之时，妾仍待在闺阁之中，怎会是刺客呢？大婚之言到刺客，那更是无从说起了。太妃，还是不要轻信风言风语的比较好。好一张伶牙俐齿啊！我说的什么，你一清二楚。只要让我搜出来，我看你如何抵赖。还等什么？搜！太妃。你让大哥把这药交给彭城王，我跟你走。胡言乱语，有什么话留在太妃跟前说吧。交给彭城王。还不把他带走？丽妃，请吧。启禀太妃，没有发现。怎么可能？你把东西藏哪儿了？说。妾不知今日太妃要搜的是什么。今日太妃所言，妾也一句都听不明白。太妃若执意如此，恐怕于情理都不合。天色不早了，望太妃早些歇息。妾先行告退。站住！事到如今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你可以逃脱吧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拿出来。这就是在你芳音阁的妆台下找到的。你入府就是为了刺杀彭城王，是不是？哼，你承不承认都不重要，只要将在你房中搜出匕首的事公诸于世，那足以让你们沈家万劫不复。王妃驾到！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啊！所以你承认了，就是你刺杀了彭城王。王妃，王妃，他已经承认，就是他刺杀的彭城王。我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彭城王竟然会养虎为患，一定是沈家在背后为他谋划，才让彭城王被这个女子所算计。王妃，
事态之严重，关乎彭城王的性命，关乎大宋朝堂的安危呀！丽妃，真的是刺杀彭城王？王妃，事情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呀，你是说我诬陷你了？你刚才明明就已经承认了。哦，王妃一来你就矢口否认。你觉得王妃心地善良，就能被你的谎言所蒙骗是吗？这把匕首就是铁证，容不得你抵赖。那这把匕首为何一直在府中都搜不到你？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你说，到底是不是你？为什么？彭城王如此厚待沈家，我对你真诚以待，你们为什么恩将仇报？难道你之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在欺骗我，都是编造的吗？你说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你说啊！好了好了，王妃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康儿。他就是用这把匕首刺杀的康儿，康儿受伤了，只是不知为何要瞒着呢。母妃，我们快去看看殿下吧。好。大宋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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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哥，一切全靠沈将军了。放心，誓于北境，共存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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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宝，太妃中毒，让我把她务必交给殿下。李妃人呢？被押去仁寿阁了。殿下，李妃拿到护打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殿下，不好了！殿下，殿下，末见有事禀报。什么事？太妃刚刚抓获了大婚之夜行刺的凶手，是黎妃。黎妃已在仁寿阁招供，承认大婚之夜行刺殿下，并隐瞒不报。王妃已将此事托付给廷尉。四哥。审视黎妃行刺彭城王，意图谋反呀！沈家上下皆脱不了干系，还不将沈氏父子拿下？朱元，谁敢？别动，将军。
陈医官，殿下他到底怎么样了？脉象微弱，下关几乎。药怎么还没配好？殿下再不喝就来不及了。药来了，快点，煎好了。太妃驾到！轩儿，轩儿，轩儿，母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康儿在靠军典仪上昏倒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。康儿怎么样了？没事啊。康儿，母妃。先坐坐。好。康儿，康儿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？看着真让母妃心疼。你这个医官是怎么当的？照顾得如此不周，出去！孙医官，臣在。快来给康儿看看。慢着，退下吧。是。母妃，不必了，四哥只是气力虚了一些，把这药喝了就好了。哦，你四哥喝了这个药就会好吗？啊，让我来。我来吧，母妃。让我来。你四哥身体虚弱，让我来喂啊。奇迹世间父爱已光芒，非与四间交错，心如冰花刀割，不问是非的世界，朝来阡陌，不诉一生相望。四哥，我做到了。母妃，您没事吧？快把他拉开，他是刺客！住手！沈氏离歌刺杀彭城王，快把他拿下！是。还不住手！彭城王面前，你在造反吗？轩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他就是害你四哥至此的人。我在他芳音阁找到了带血的匕首，王妃可以作证。他就是想要杀了你四哥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母妃，一把匕首能证明什么？等四哥醒来再定夺也不迟啊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沈家借黎妃入府行刺彭城王，大逆不道，必是死罪。靠军典仪之上，拿下沈丁章父子，他们也没有反抗。敬人王，你还故意拖延，难道是想维护沈家，包庇这个女人？殿下就快醒了，怎么，等不了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居心叵测。够了！殿下现在昏迷不醒，你们却在这里大吵大闹。你们真的有关心过殿下的死活吗？你们来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王妃，我等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
臣等告退。带走。母妃，王妃，你也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陪着彭城王。干什么？别动！别动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沈阳氏，本校尉奉旨查抄沈府。薛校尉，请问沈家所犯何事？黎妃涉嫌刺杀彭城王，沈府上下罪责难逃，都得带去廷尉审查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本将也是奉命行事，全部拿下！是。谁敢伤害夫人？大家都别冲动。我沈家忠烈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道。我相信朝堂一定会还沈家一个清白。薛校尉，我跟你走。殿下，为什么这个样子？从昨天开始，彭城王府的一切都变了，变得好陌生，让我喘不过气。殿下，你快点醒来！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。我需要你帮助我、引导我、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我不相信黎妃会刺杀你，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，让我不得不怀疑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置。殿下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快点醒过来！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什么都依你。就怪他们，要不是他们拖延时间，把那药……如今黎妃又被抓起来了，殿下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找个机会告诉黎妃，殿下还是没有醒。王妃，你这一天不吃不喝不行啊，先回教化阁歇歇吧。谢谢灵王关心，我现在只想陪着殿下。这几天还得靠你陪着殿下，你可不能倒下。那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我。一定。
四哥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殿下，殿下，北京有军报。太妃命我来给彭城王送参汤。彭城王还未醒。太妃说，先放在一旁，待彭城王醒来可以直接服用。是。殿下，我是沈乐清，你还记得吗？殿下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我会一直为你祈祷的。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好了。既然都来了，还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是那个指引你们找到沈离歌的人。落花铺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沈廷章，还有彭城王，我的目的和你是一样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和沈廷章曾经都是高祖皇帝麾下的副将。当年彭城之战，沈廷章谄媚护主，为了彭城王苟且偷生，不惜冤枉我等是叛军，害得我兄弟们死于魏军之手。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哼，你就是彭城之战的幸存者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就凭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我是可以帮你的人。如今大局已定，沈家必死无疑。更何况你一个残废之人，又能帮到我什么呀？这个东西会让沈家万劫不复。这件包衣一定能帮到你。还有匕首。匕首。这把匕首。不要！对不起，四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你，对不起，善良的我，对不起。李妃，李妃，曹参军，殿下他怎么样了？殿下到现在还没醒。还没有醒？那我师兄呢？他怎么说？陈良公说，
虽然在最后一刻服下药，但是只有一半的剂量。殿下在靠近点1时引发气血流转加速，毒性深入太重，不知道药效够不够，只能看天意了。天意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师父，您为什么要暗中勾结陆远？这些年您到底在图谋什么？徒儿越来越看不懂您了。不该管的，不要管，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师父，这事关离歌，恕徒儿不能遵命。到了明天，真相就会大白。师父，您今天必须告诉我，要不然您杀了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动离歌。师父，不能动！师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家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说离歌刺杀彭城王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会不会又是陆远陷害我们？紫兰，不急，不要急。离歌一定不会的。恐怕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来，先坐下来休息一下。来。侄儿，爹，你还记得昨日陆远和谢浩鼓动朝臣闹事？如果是因为彭城王抱恙未能议事，他们何以如此激动？随后又牵引到绥远军军心不稳，我以为是针对我，现在看来，他们只是想逼迫彭城王参加犒军典仪，让彭城王伤情暴露，然后构陷我们沈家，这是牵连其中的。爹，犒军典仪之前，彭城王突然下了道口令，吩咐我一定要拦住离歌，不让他回府。随后离歌执意回府，还把一瓶药让我交给彭城王。药？嗯。彭城王中毒，那离歌呢？离歌刚一回府，就被越方带走了，说是领了太妃和王妃的命。什么？离歌被带走了？他被带去哪里了？离歌有没有事？紫兰，侄儿，紫兰，侄儿，你跟娘说，你快告诉娘。紫兰，你放心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侄儿，你快告诉娘。你先别急，小心身子。药我已经给三宝了，彭城王定会没事的。等他好了，我们沈家也自然会无事的。家君，我们的女儿离开我们18年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到我们身边。啊，不，她已经回到了我们身边，我们不能再失去她。离歌不能有事，离歌不能有事。紫兰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离歌有事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放我出去！紫兰，放我出去！娘，紫兰，你冷静点。娘，紫兰，娘，是您问了，爹，大哥。
有旧病复发的迹象。侄儿，以后不要再跟你娘提离哥的事情，她再也受不起打击了。儿子明白，可是爹，即便彭城王的伤不是离哥所为，但看这来势，也都是针对我们沈家。该来的躲不过，我们沈家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吗？是。还有风儿，也不知他现在何处。路远的人定不会放过他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自己一个人定是六神无主了。如今家族为难，他在外，说不定能帮忙弄清原委。我对风儿有信心。现在爹最担心的还是北境。伪军蠢蠢欲动，军情须臾之间千变万化。这一耽搁，可能让伪军占了先机。是。也不知道彭城王醒了吗？希望殿下早点醒来，只有他才能控制大局。殿下，中书令，带人犯。离哥，离哥，娘，离哥，没事，没事的。松开。跪下。廷尉，我们虽为疑犯，但如今尚未定罪，我仍是彭城王侧妃，我爹和大哥也当朝为官，我娘也诰命在身，未定罪之前，岂敢造次？沈离哥，刺杀彭城王一案，你可认罪？不认。不认？那刺杀当日，为何私自离府？在你的芳音阁内发现这把带血的匕首。太妃与王妃皆可见证，你又如何辩驳？王妃审你之时，你一再三缄其口，对刺杀之事讳莫如深。如果并非你所为，为何连给自己一句解释都没有？廷尉慎言，我若真是刺客，那彭城王为何不降罪于我？昨日承修阁，我与殿下恩爱携手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我不辩，只是因为我实在不知。只有等彭城王醒来，才能还我清白。真是巧舌如簧啊！诸位大臣，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给骗。她正是因为知道彭城王还没有醒，所以才叫嚣着要等到彭城王判决。这分明就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手段。诸位大臣，今日本中户也要揭发一事。你们眼前这位黎妃呀，她不仅是这次行刺彭城王的元凶，她也是太妃寿宴之上逃跑的刺客。陆中户，休想血口喷人。黎妃清清白白，岂能让你随意污蔑？
你拿太妃寿宴的陈年旧事栽赃，证据何在？本中护就是任正，当日奉命追捕，亲自与他交过手，确认过那个刺客就是黎飞啊。正要上奏禀报，就再次出现行刺之事，由此推断，沈家对彭城王不轨，早已不是一日两日了。沈廷章，你意图谋害彭城王，大逆不道，该当何罪？廷尉，还不赶紧宣判！等等，此案疑点重重，根本无法指证黎妃。太妃寿宴一事，仅凭你一面之词，怎能牵扯沈将军？廷尉，如今北境战事告急，而沈将军身为绥远军将领，若此时换将，恐怕影响军心。依本王之见，先让沈将军带兵前往北境，其余的事嘛，等彭城王醒了之后，再做定论。殿下，你此言差矣啊！将兵权交到这样的罪臣手中，岂不置北境的安危于不顾？此等行径，绝不能罔顾啊！廷尉，借政务一用。此物便是从黎妃房中搜出的匕首。沈将军，你可认得此物？你敢不敢当着众臣的面，说一说这把匕首的出处？这是彭城一役后，高祖皇帝嘉赏本将之物，也是高祖皇帝赐婚之信物。这把匕首可以让沈家免受牵连。御赐之物官册均有记载，容不得任何人质疑。沈廷章，你指使黎妃谋害彭城王，大逆不道，该当何罪？没错，匕首出自沈家，但18年前，匕首和我女儿一同被掳走，被有心之人利用也未可知。我沈家绝无谋害彭城王之心，望廷尉明察。有心之人，我怕你沈廷章便是这有心之人吧？廷尉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宣判？等等，我可以证明，沈府一门并不知情。说。因为我并非沈家之女。李哥，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沈将军，沈夫人，对不起，我并不是你们的女儿，我之前一直在骗你们。
不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娘找你找了18年，绝对不会错的，绝对不会错的。沈夫人，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我只是一个孤儿，之前一直都是在利用你们，我真的不是你们的女儿。对不起。不是的，李哥，李哥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李哥，李哥。这个罪妃啊，为了帮沈家脱罪，居然编造出这么可笑的谎言。你可认得此物？这是我小时候的包衣，怎么会在你的手中？李哥，这就是你当年被掳走时候所穿的包衣。这上面的花都是娘一针一线绣的，你就是娘的女儿。李哥，你是娘的亲骨肉，娘那天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娘的女儿，你是娘的女儿，不会错的，不会错的。不可能，李哥。你就是娘的女儿，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是娘的女儿，不可能，你就是娘的女儿。沈夫人，你搞错了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您的女儿。不，李哥，你是娘的女儿。沈夫人，你真的搞错了，你搞错了，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。无论如何，住口！我不是你们的女儿。匕首、包衣，还不能证明你是我女儿。我跟你们沈家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离口！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期而遇，待天开运气再浪迹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破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